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盆兰花买回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现在有空来给它拆一下植料。这盆兰花我买回来之后呢，就把那个薄薄的塑料杯剪掉，就这样子把它放在这个杯子里面。外面这一层水苔应该是花农在送到商店之前给它裹上的。裹上它的目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兰花长得太大了，它不可能给它换水苔，所以就重新给它裹上一层水苔在外面。把外面的水苔擦开之后呢，看一下根长得还是挺好的，根都把水苔包得严严实实的。看来要把所有的水苔拆完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好了，现在把所有的水苔都拆完了，检查一下它的根，大概看起来还是挺好的，只发现了有一条不太好的根在里面，其他的根看起来还是非常健康的。把这个烂的根剪掉。仔细的检查一下，这边有一条根有一点发黑，但是它还是硬硬的，没有软的现象。今天准备用改良过的空心种植法来种植这棵兰花。首先用一个矿泉水瓶剪开，做成一个大小尺寸适合的瓶子，然后在上面扎满了小孔。弄完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模样。把这个瓶子塞到兰花根部的中心，用一个这样子的瓶子在中间。首先是有固定这些根的作用，然后呢，也是保持着兰花里面的根部的空气的流通。准备用这个玻璃瓶来种这棵兰花。首先把用来固定兰花的2只棍子固定好在玻璃杯的外面。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，如果你把这些棍子插在里面的话呢，如果里面太湿的话，这些棍子会很容易就有发霉的现象。2只都这样子把它固定好。开完花之后就非常简单的把这些拆掉就可以了。现在把这颗兰花放在玻璃杯子里面，然后就可以来用水苔给它种起来。稍微的整理一下，然后就用这个小夹子把这2只兰花固定好就可以了。因为之前也有网友问过我说，如果用这个玻璃杯子来种兰花的话，这些花梗长这么长应该怎么办？我通常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固定好它们的。
好了，现在就开始用水苔把这些根填满了就可以了。水苔我是把它们洗干净了，然后就拧干水，然后把它们弄蓬松，就这样子轻轻的把它们铺在这些根部的上面。以前我做过一个视频，是用半水苔的种植方法来种兰花，那个方法也非常的成功。但是呢，我观察了我很多的兰花，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因为半水苔的种植，我是把这个水苔放一小团在根的中心，然后外面、上面这些根都没有水苔覆盖的，下面那些根因为水苔的原因，它们都是保持了非常好的生长状况，但是上面这些根呢，因为水苔都是在根的中心的位置，面那些水苔有的时候还是很湿的，但是上面那些根因为没有水苔的覆盖，就变得开始发干，然后每隔2-3天的时候呢，我就要给上面那些根喷水，然后下面那些根还是非常湿润的。我现在是轻轻的把水苔覆盖在上面这些根部上面。用这种改良的方法呢，是因为最近我是做了几个上板的兰花，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兰花上板呢长得比在杯子里面种起来长得还要好一些。上板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，如果你把兰花种在室内的话呢，它滴水的问题还是一个很让人烦恼的问题。你一定还是另外用一个盘子在下面把那个水接起来。放外面的话呢，因为我这边的天气太热，放到外面就算没有晒到太阳呢，兰花的叶子都会灼伤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做一个改良版的半水苔种植方法。这个改良过的半水苔种植方法，只是把水苔覆盖在上面的根部，然后下面的根部还是暴露在空气里面。看一下，里面确保有足够的空气流通，接上刚才放的矿泉水瓶在中心的位置，它确保所有的空气都可以从底下面跑到上面来。看一下，就这样子薄薄的铺一点点水苔在上面，然后这一边呢，我是放了一小部分在底下面。放这个原因就是方便它，如果有太多水在下面的话呢，这些水苔就会自动的把水吸到上面去。这样的话呢，就确保所有的水分都会吸收在水苔里面。水苔吸收了水分之后呢，上面这些根也就不会特别的太干。这种种植方法呢，浇水也是非常简单的。等这些水苔完全干了，然后你看见所有的根都灰白了之后，就给它喷水。喷水呢，就把它完全的喷湿、喷透。多余的水分它会滴在杯子底下面，
到时候下面这些水苔如果感觉上面需要水分的话呢，它就会把多余的水分都吸收，然后送到上面去。这种种植方法呢，就不会容易造成烂根，因为它既有良好的通风条件，也不会积水，根就不会因为太多水分而腐烂。再来看一下，如果你就单单想给它浇水的话呢，就更省时间，就直接的把水倒到这个玻璃瓶子底下面，倒大概是1厘米的水，然后这些水苔就慢慢的把水都吸到上面去了。这种浇水方法比较省时间，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法。施肥也是很简单，把兰花的专用肥料放到水里面，然后直接的倒进玻璃杯子就可以。看一下用这种方法把花枝固定好，是不是也是很简单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